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在昨天啊，就是星期五，在巴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空难啊，机上61人呢是全部遇难。这个事故啊，名列交通事故全球第2排名。那第一大事是谁呢？一会儿啊再跟大家聊啊。之前我们说过的，在2024年8月10号星期五啊，就是一架客机呢从巴西圣保罗市维涅多啊这个位置呢，坠毁啊，那么撞到了一个小区里边，那机上61人啊是全部遇难，那么现场呢留下了这个一片狼藉啊，把这个起火了也。那你说，这个事故，这个我们是怎么找到了它的具体的坠毁位置的呢？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起飞的机场，叫Cascavel Airport 啊，从这起飞之后呢，它开始向圣保罗方向飞。飞到了圣保罗北侧的时候，做这个转弯调整的时候呢，坠落在了我们找到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应该误差不超过20米左右，就在这个位置坠毁了。那怎么我们找到这个位置的呢？我们先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视频，看到这个栏杆和这字儿没有？这个房子这是在门口，那么我通过地图的比对新闻的比对，我发现了这么一个类似的地方，可以看一下，这可能是网上第一家找到具体的这个坠毁地点的，其实也没啥，就看到了吗？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像？实际上字儿这些牌子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这儿，就在这个庄园里边坠毁的。那么好在是呢，坠毁的地方不是人口很稠密的地区所以呢，目前掌握的情况呢，机上61人呢是全部遇难，但是 ground 就是 on the ground 就地面上的人呢，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被波及的这么一个事故。这个事故失事飞机属于叫 VOE 航空公司这个巴西的一家应该是个小航空公司吧。失事的客机是一架 ATR-72 双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飞机呢原定就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卡斯卡维尔市 Cascavel 飞往圣保罗国际机场。那么机上呢是57名乘客和4名的机组人员，加起来是61人。那现在这个航空公司已经发表声明确认呢这个航班叫2283上的61人全部遇难。那么公司呢正在给这个乘客提供全面的乘客家属、遇难者家属提供援助，配合当局呢进行调查。那巴西总统卢拉也很快就发布会上这个默哀介绍这个消息。那这是2023年1月以来最严重的空难上一个空难是尼泊尔尼泊尔也是一架 ATR-72 型的这个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呢失速坠毁，造成72人遇难。这个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在尼泊尔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故。这个事故说起来呢比这个要险多了，是在山谷里边飞行，最后撞到了山上当时撞完之后呢也很惨的，因为大家知道喜马拉雅山脉是山高林密谷深，然后救援非常困难，花了好几天时间才赶到了现场，就是做了一些这个事后的这个救援工作吧。那么现在呢这个卢拉呢是宣布呢巴西哀悼3天像圣保罗这些这个周边的这些救援单位呢都已经去了，确实是没有救援者。据现场的这个目击者说这个至少有2具尸体散落在燃烧的残骸周围这个飞机在坠落前呢一直是处于一种旋转状态。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刚才这个飞机的状态就这样的，看到了吧？很平的，这是正好摔到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位置的，就这个位置，这是飞机燃烧后的残骸。这个飞机就这么一个状态，慢慢悠悠的，看起来慢慢悠悠的，实际上是很快的这种螺旋状态就坠落了我就想起这个事儿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起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东航的那个事故是不是东航那个事故，那个飞机那是像一根针一样直接就插向地面了，而这个飞机呢是明显的是双发失效2个发动机都失效的情况下，也没有
滑翔的速度就是算是低速盘旋，就是坠落了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两个事故啊和东航的那个空难一对比啊，你会发现是不是人为操纵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说实话啊，这是这个事故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情况。目前来说呢ATR 72啊是法国和意大利合资的一家公司的，那么他们已经确认了啊，失事飞机呢是 ATR 星500，他们也在全力的调查啊，支持这个事故的调查工作。我们看一下 Flightradar24 啊，就这个网站上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曲线也很有意思，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呢就是它的高度，可以看到了，它在最后啊是急剧的失去了高度，急剧坠落，看到了吗？急剧的坠落啊，这么一个情况。它的这个航程呢和我们标的也差不多啊，这是它的这个航程啊，看它的简单的模拟，从卡斯卡尔这个飞机飞，看到吧？那么整体来说呢，是一个发动机机械故障失效造成的啊这么一起事故。我们大概来推断啊，就是看起来这个很明显，从飞机盘旋的状态来说，发动机肯定是失效了啊，肯定是失效了。看到像一个落叶一样啊，但是重重的拍到了地上，因为还有一部分燃油就燃起了熊熊大火，最后就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故啊。这是我们再看一下事故现场的这个位置啊，这是这个巴西空难的具体位置。实际上离圣保罗机场呢只有80多公里了啊，它实际上这是圣保罗机场，看到了吧？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圣保罗机场，这是圣保罗机场，这是呢事故发生地啊，这是起飞地啊，这是事故的发生地啊，就在这个村就在这个住宅区里边啊，像个别墅区一样啊，没有到市区。如果这个飞机坠落在这些地方或者到市区里边，那损失可就太大了。这个巴西啊，大家知道看过很多巴西电影，巴西的很多这个地方这个也是非常密的啊，可以说非常密的啊，这个住宅是很密的，人口也很稠密，所以如果在巴西坠毁啊，这个事故啊，在圣保罗市内坠毁，那事故就大了，是吧？这是圣保罗市的一个情况啊。刚才我们讲啊，说这个事故啊是名列这个全球第2大的交通事故。那大家知道第1大的交通事故是什么吗？这是圣保罗市，大家看一下圣保罗市是不是也很密啊？巴西啊也是人口大国啊，也是非常密的。那么名列第1的呢，就是7月9号在中国陕西渭南发生的高速公路塌方事故。那个事故造成了62人死亡。那么说的是呢是30多人死亡，20多人失踪，实际上呢就是62人死亡啊，这是官方的报告的数据是62人死亡。那么这次空难呢是61人死亡啊，我们说的是交通事故类的啊，因为高速桥梁塌方啊，飞机空难啊，这个泥石流冲毁高速，这都属于交通事故。那你说这个热浪啊引起的这个人的死亡，这个事情呢还不能作为单起特大事故来分析，所以呢包括印度的，包括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在这次高温中有很多中暑的人的这个事故呢不算里边。另外战争造成的死亡数也没算进去，是吧？我们就是说交通事故里边，这是全球我统计的啊，全球第2大交通事故。第1起交通事故是1个月前7月9号在中国陕西发生的那个特大高速的塌方事故啊，造成了62人死亡啊，几十辆车在晚上8点跟下饺子一样，扑哧扑哧就看不见啊，就冲到里面。那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刚刚发生的这么一个空难啊，可以看到这个发生之后呢，就是很短的时间内救援就到了，但是也无可奈何。这是飞机啊在盘旋的情况，看到了吧？当时这个飞行员也好，乘客也好，得多么的绝望，是吧？但是没办法，就是这样。这就是这个事故的一个基本情况，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好的，这里是宋说新语，一个关注科普和这个自然灾害事故报道的一个小频道。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啊，请大家关注、留言、点赞和转发。咱们下次再见，拜拜。